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怎么感觉刚刚才见过面啊？你们也是从折叠手机那支影片过来的吗？今年的 Galaxy Unpacked 主要更新了2台大小折叠、3台平板以及2款手表。折叠的重点实测刚刚已经上线了，还没看过的赶快去看。这集就来快速聊聊3台平板以及新出的2款手表吧。那大家想要先看平板还是手表呢？还是先来看平板好了。这次的平板就是 Galaxy Tab S9 系列啦，尺寸定位跟上一代一样，总共有11寸、12.4寸以及最大14.6寸3种选择，都是采用大家喜欢的16:10显示比例。不过令我比较意外的是，根据三星公布的数据，上一代的 Tab S8 系列中的 Tab S8 Ultra 全球销售占比居然超过了30%，可见大尺寸的用户需求的确有可能被低估了。尤其三星的 Tab 系列在其他市场比较没有注音这种复杂的输入法问题，所以推平板生产力还是比较顺利的。好，我们来看有什么重点。首先，在外观上的整体 ID 设计跟这2代的三星旗舰系列平板差异不大，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镜头上跟上了 S 系列的独立镜头设计。Tab S9 有1颗主镜头 ，Tab S9 Plus 和 Tab S9 Ultra 则是都有2颗，分别是主镜头和超广角。第2个亮点就是 Tab S9 全系列都加上了 IP68 防尘防水，居然有防水啊，算是平板上非常稀有的配置。那关于防水这件事情，我们先前有提过很多次了。防水绝对不是为了让你带下水滑平板，而是日常使用能更无忧的使用这些装置。就算有水不小心打翻，你也可以很从容的就把水处理掉，而不是水一翻你就放声尖叫。但有趣的是 ，Tab S9 搭配的 S Pen 也是有防水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应该也是可以在水底下画画。哦，对了，说到这次的 S Pen， 无论是正着放还是反着放都可以充电，给个好评，这个真的实用。但是充电的动画都是同一个方向就是了。侧边还可以吗？也还可以，画到一半就可以暂时吸在侧边，2个方向也都可以哦，不用分方向，真的舒服。不过平板加防水，我相信我们频道的观众多少还是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到散热呢？这个我们之后有开的话再详细来测。不过我觉得倒是还好，因为一来平板的背盖本来就是整面金属，散热不太是问题；二来是三星这次也很有诚意的在 Tab S9 系列当中加入的 Vapor Chamber， 也就是均热板的设计，让热可以更快速的从处理器上带走，导到外面，进一步帮助散热。三来是今年又赶上了 Android 阵营最好的一年 ，Tab S9 全系列都搭载了拥有救世主美称的 Qualcomm Snapdragon 8 Gen 2 for Galaxy， 并且除了入门款的 Tab S9 128GB 是搭配8GB 的 RAM 之外，其他所有版本都是直上12GB RAM， 并且 Tab S9 Plus 有256、5122种选择 ，Tab S9 Ultra 更是有最大1TB 的版本，并且记忆体更大，搭配的是16GB RAM 的配置。这次平板的记忆体也是都有给足。续航部分，3台分别搭载是8400、10090以及11200毫安时的大电池。第3个最大的改变，那就必须聊一聊萤幕了。这次 Tab S9 全系列全部都换上了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最小的版本也直接换上了 OLED， 不再是 LCD， 所以现在就不用为了追剧追求显示效果硬上 Plus 版本，最低规格就直接是 OLED 了。全系列也都支援60、120Hz 的自动更新率调节以及 HDR10 Plus。并且根据三星说明，这3块萤幕也都搭载了 Vision Booster 的动态调节。不过在这个时间点，暂时都还没有官方公布的资讯。如果之后有测到的话，再详细帮大家测量亮度表现。外放央式4喇叭设计，不过重点是喇叭的体积提升了20%。这次在软体支援上，除了 Taskbar、Samsung Dex、Samsung Note 这些大家很熟悉的三星独家功能之外，这几年三星还是持续与第三方软体合作导入生产力 App。今年又引进提供了包括许多笔记用户爱用的 Good Notes、平板剪辑代表之一的 LumaFusion、ArcSight， 以及原本就有也是专业绘师爱用的 Clip Studio Pads 等等。而在文书生产力上，我还是比较关心注音输入法目前的状况，之后有的话再来测吧。好，平板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因为平板还是比较着重在生态和实际体验，这个之后有入手的话再详细带大家来看。不过在此之前，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过往像是 Tab S8 Ultra、Tab S7 Plus、Tab S7 FE 等等评测，大概了解目前三星平板的使用体验。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手表。说到 Galaxy Watch 系列，我觉得一直都算是 Android 阵营的智慧手表指标，尤其是从 Watch 4加入 Wear OS 阵营开始，年年 Android 表王争霸战就一定会出现 Galaxy Watch。不过很多观众在讨论，到底是三星加入 Wear OS 阵营，还是 Wear OS 加入三星，或者是其实是三星吃掉 Wear OS 阵营？我觉得其实都有道理。总之，在手表领域，三星过往也是 Android 阵营中玩的最深入的。
而今年 Galaxy Watch 已经来到了 Watch 6系列了。这代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家喜欢的这个拥有实体表圈的 Galaxy Watch 6 Classic 终于回归啦。这次总共有2个系列，一个是简约利落、现代感比较强的 Galaxy Watch 6，而另一个则是拥有实体表圈，也就是这一圈可以旋转，然后会有咔啦咔啦段落感非常舒压的 Galaxy Watch 6 Classic。2款最大的差异就是外观设计有没有实体表圈。Watch 6用的就是虚拟表圈，搭配铝合金表框。6 Classic 用的是实体表圈，不锈钢的机身。除此之外，在规格上可以说是非常相近，所以大家优先选设计就可以了。然后这次没有 Pro， 因为上一代也才推出没多久嘛。先看外观设计，这代最大的改变就是三星加大了20%的萤幕显示面积，进一步缩窄边框的宽度。所以可以看到 Watch 6非常明显哦，这个平面的萤幕占比相比 Watch 5来得更高。而 Watch 6 Classic 这边则是可以看到金属边框和实体表圈的部分也都会进一步缩窄，提高萤幕整体的视觉占比。说到尺寸，在 Watch 6这边总共有40和44mm 2个大小选择，分别搭配的是 1.3 寸以及 1.5 寸的 AMOLED 显示器。而 Watch 6 Classic 大了一点，分别是43以及47mm， 但是萤幕尺寸跟 Watch 6是相同的，也是 1.3 寸或是 1.5 寸2种选择，并且2个系列的表面都是直接覆盖蓝宝石，所以相较起玻璃几乎不用担心刮伤。不过如果要贴保护贴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Watch 6系列都是平面设计，都很好贴。另外就是他们今年的表带改成了一键按压的设计，按下去就可以快速拆装，但需要稍微习惯一下角度。这边也简单教学，基本上表带的这个凹槽就是要对在表框上凸起来的地方，你就放心的把它对准，然后放开就 OK， 练习个几次就能轻松完成。如果有一点指甲会比较好按，但怎么样都比过往要往右抠的传统设计好多了。这次还推出了一个睡眠表带，主要是更加亲肤无感，但这个可能要之后带着体验才能分享了。而在系统部分，同样采用 Wear OS， 在侦测上包括你想要的 BRA 身体组成，可以测体脂、骨骼肌、含水等等等，以及血压侦测、ECG 心电图、血氧侦测，在 Watch 6系列上一样都有。并且今年的 ECG 有进化哦，过往的 ECG 需要使用者手动按下测量码，而今年则是加入了一套主动侦测的系统，当你有心律不整的时候，系统就会及时提醒你。另外，而在女性健康当中，三星也增强了经期追踪的功能，现在可以透过 Watch 6的温度感测器追踪经期间的体温变化。另外一个还蛮有感的设计，就是过往大家睡觉的时候，多少应该都有被智慧手表或是智慧手环的绿光闪到的时候。而 Galaxy Watch 6系列当中，三星加入了一套人眼看不到的红外线感测模组，当你入睡的时候，系统就会关闭绿光感测模组，改为红外线模组进行侦测，降低夜间绿光的干扰。对了，这次这个表盘也蛮好玩的，上面的光泽会自动模拟反射感，跟着你手摆放的不同角度变化光泽。而在效能和续航上，这次的处理器终于迎来了升级，换上了 Exynos W930， 并且搭配上更大 2GB RAM 和 16GB 的主动空间，拥有5ATM 防水、IP68 以及通过军规的防摔测试。而在续航上，2个系列的小表，也就是 Watch 6 40mm 和6 Classic 43mm 都是搭载300毫安时的电池，44和47mm 都是425毫安时的电池，电力都比过往更大。主要也是为了应付增加20%显示面积的萤幕。这次官方也强调，在开启 AOD 之下，可以达到30小时的续航，也就是1天1充绝对够用的程度。但过往其实就可以达到1天1充，甚至2天1充，这倒是还好。重量我这边也列出来让大家参考。而在售价上，目前尚未有台版的上市资讯，后续请持续锁定邦尼啦。好啦，本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因为上手的时间都比较有限，这集就都以重点为主。对了，还没看过三星今年折叠的朋友，我也把链接放在资讯栏和置顶留言，立马可以去看看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那最后，节目制作不易，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感谢按钮的方式，直接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谢谢你们，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